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30日。估唔到啊！今日我講咩呢？講《西遊記》呢個名著，四大名著啊嘛。咁咧話說咧，我呢兩日忙緊咩呢？我忙緊下載咗一隻 game。呢隻 game 咧就係黑悟空啊，或者叫做黑神話悟空嚇，應該讀悟空㗎。咁呢個黑神話悟空咧，呢個遊戲咧其實係中國大陸國產公司做嘅遊戲嚟喎。咁啊，我自己玩完之後咧，我玩 PS5 版本嘅。我玩完之後咧，我覺得咧佢個動畫水平咧已經係國際水平嚟㗎啦，就係同呢個嘅 Spiderman 啦 ，PS5 版本嘅 Spiderman 或者另外一個遊戲公司咧做嘅一隻 game 就係 Hogwarts 霍格華茲所做出嚟嘅動畫水平係好接近嘅。咁啊，比起 PS4 時代嘅 Spiderman 咧，仲係要做得好啲添。咁所以呢個遊戲一出咗咧，就當然好多人玩啦。因為《西遊記》咧就影響好大嘅，唔係淨係中國人中意啊。日本人都中意喎，好似《龍珠》咧，廖三明嘅故事咧，其實都係嚟自《西遊記》喎。廖三明咧最初創作《龍珠》嘅時候咧，所講嘅譬如話牛魔王啊、豬八戒啊、悟空啊、變星星啊，其實完完全全係取自《西遊記》嘅故事內容。韓國咧亦都拍咗《西遊記》版本啦，電視劇啦，荷里活有荷里活版本啊，拍過一次又一次荷里活版本《西遊記》。咁所以呢個《西遊記》咧對世界影響咧係大嘅。咁啊，《三國演義》咧就對日本影響大啦。日本人咧到而家都仲玩緊《三國志》噶嘛，個遊戲噶嘛。以前我細個玩橫山光輝《三國志》啊嘛，而家咧就係玩呢個嘅即係PlayStation 我都有玩呢個《三國志14》喎。咁所以咧呢個係對影響大。相對咧中國本土咧水滸傳》同《紅樓夢》咧影響大啦。《紅樓夢》有紅學。即係過去百幾年啊，自胡適開始研究《紅樓夢》嘅，即係厲害啦早期就有胡適啦，後來就有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然後最近咧我就收到白先勇先生同出版社寄嚟嘅呢個白先勇《紅樓夢》嘅研究啦，咁呢個咧當然都係厲害嘅。咁我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紅樓夢》，不過《紅樓夢》咧就小眾啲，係學者裏邊咧中意嘅，民間咧就中意《水滸傳》同埋呢個嘅《三國演義》多一啲啦。咁《西遊記》咧當然啦，《西遊記》嘅電影電視劇好受歡迎，但係《西遊記》咧其實咧同四大名著一樣咧，都係講好多政治喎。譬如話《紅樓夢》咧就講好多關於滿人同埋漢人之間嗰個種族矛盾、民族衝突嘅問題，咁所以咧喺清朝嘅《石頭記》咧係被視為禁書嘅。皇宮裏邊嗰啲皇宮貴胄好中意睇，但係咧平民要睇到咧都唔容易喎，因為唔會廣泛流通啊嘛。好似我研究嘅博士論文，我研究《史記》，《史記》咧司馬遷寫出嚟完完全全係禁書嚟噶嚇，因為佢誹謗金上、妄議朝政喎，咁所以禁書啦嚇。咁《三國演義》啊、《西遊》啊同埋呢個嘅《水滸傳》啊，都係講造反嘅故事嚟嘅。皇帝梗係唔喜歡啦，統治者唔喜歡。咁《西遊記》咧，係喺中國嘅環境底下咧，不斷被翻拍嘅電影電視。個原因係咩咧？因為馬克思主義咧就唔信鬼神嘅。馬克思咧嘅主義者就係一個無神論者嚟嘅。當然馬克思可能係有宗教信仰嘅傾向都唔出奇啊。呢個有學者做啲研究啦。但係嚟到中國或者蘇聯之後嘅馬克思主義咧，就係視之為無神論者啦。尤其是係中國更加激烈。因為俄國啊。蘇聯都仲有東正教嘅傳統嘛，嚟到中國咧就徹底咧就要打到一切牛鬼蛇神，咁所以喺近年咧共產黨仲係執政底下咧，電影人要拍鬼片咧係唔容易。咁我同啲電影人，譬如話我同阿錢小豪傾過偈，佢話翻大陸咧又拍僵屍，拍好多網劇啊關於僵屍嘅，咁但係咧所有僵屍嘅劇集咧去到尾咧都係要講精神病嘅。即係所有僵屍都係精神分裂啦諗出嚟嘅嘢嚟嘅，唔係真嘅。啲鬼片去到尾都係講精神病，呢個就係個潛規則啦。因為唔會過到審批啊嘛。如果你真係講鬼神嘅，過唔到審批，因為雖然習近平自己講過舉頭三尺有神明，但係始終咧嚟到中國化之後嘅馬克思主義係唔講鬼神嘅，就不能接受。咁所以呢啲都係教條主義啦。咁所以咧《西遊記》咧就唔係講鬼神，《聊齋》又唔係講鬼神，係講妖喎。妖係傳統中國文化裏邊嘅傳說嚟嘅，譬如話大禹治水，話都係遇過好多妖嘅。如果唔係咧，收服咗啲妖咧，就治唔到水嘅。甚至乎咧，大禹咧喺晦溪山咧係開大會，有好多咧《山海經》裏邊嘅神怪咧都嚟咗，所以神怪同妖咧就係中國咧政治禁忌下咧係可以拍攝嘅電影題材。所以咧，你見到而家《西遊記》呢個故事被拍成呢個嘅電影，或者係做成遊戲，並不意外啊！四大名著咁就係以妖同妖呢個嘅為主啦，佢就唔可以好似台灣咁將嗰啲返校啊、還原啊拍成電影或者拍成呢個嘅呢個嘅遊戲因為嗰啲係反動啊嘛。
好似韓國咁啊，譬如話《逆權大狀》《逆權司機》啊，拍成電影唔會喎，因為韓國咧係喺呢個嘅光復咗之後咧，即係民主化喺80年代90年代做咗幾樣嘢，個社會先會和解啊嘛。因為長期嘅全斗煥盧泰愚政權係獨裁啊嘛，係軍政府啊嘛，拘捕咗啲民主民運人士。咁所以喺90年代咧，即係你叫社會和解就一定係咁啊，要第一釋放翻嗰啲民主民運人士。第二咧就係要賠償俾佢哋啦，咁啊第三咧就要拘捕翻啦原本拘捕嗰啲民主民運人士嘅人喎，所以咧盧泰愚同埋呢個嘅全斗煥咧就要入獄坐監啊，嗰兩個前總統個社會先會和解啊嘛，所以後來韓國先會有經濟嘅起飛，有民主嘅發展，有創作嘅自由，所以韓國今天嘅電影啊、流行文化 K-pop 電視劇，喂全世界都歡迎喎，K-pop 文化咧。嗰啲女團男團咧，全世界都係即係厲害到不得了啊！其實係有嗰個創作背景嘅，咁所以中國咧仍然只能夠創作翻即係四大名著圍繞住咧，佢係有突破有進步嘅，但係就好似唐代宋代咁咧，變成一個文化盛世咧，仲係有好大距離啦。今日講咩咧？講一本書，呢本書咧100幾年前啊寫嘅咯，呢個係晚清至到民初時期一個嘅學者，呢個學者咧。佢係寫四大名著嘅，都讀過。咁啊就係講四大名著嘅政治隱喻。我之前咧講好多咧關於金庸小説裏邊嘅政治隱喻，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其實可以出版成書嘅。我講金庸小説咧已經儲咗10幾廿集㗎啦。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就可以將我以往講嘅嘢咧出版成書。咁啊呢個咧就係《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作者咧就係呢個薩曼姆啊。薩曼姆咧咁呢個書咧就係2005年版啊。其實咧就係100年前已經寫㗎啦，佢裏邊嘅文章。咁啊就係晚清時期，接近100年前啦，或者係咁啊呢個佢研究《水滸傳》同埋社會啊，《紅樓夢與中國嘅舊家庭》合稱咧呢個三大名著嘅研究咧，就佢本身咧係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嚟，係研究西洋政治史嘅。咁其實我導讀佢裏邊嘅內容啦，《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咁啊，其實整個《西遊記》咧，即係作者啊吳承恩啦。其實或者係仲有作者群啦，因為好多人版本學咧就話喂，有啲篇章就可能出自其他人之手喎，咁啊呢個就係版本學咧有好多嘅爭議嘅。咁啊一般嚟講，我哋視作者啦、作者們啦，佢嗰個表達咧其實都係講緊造反嘅。清朝咧有一個更大嘅特點啦，就係嗰個政治隱晦係更厲害，所以去到清朝咧啲人咧就變成咗寫考據學、實學，就係因為遠離咧。傳統所講嘅心性啊、道德啊，講呢啲嘢，因為去到清朝嘅時期，再講道德咧，好容易俾人殺頭啦。講呢個嘅做臣子啊，要有氣節啊，呢個嘅忠臣不是二主啊，烈女不是二夫啊，呢啲可能會殺頭啊，因為嗰啲明朝嘅遺臣官員咧都要投降俾清朝。元明之間咧就係好多講造反嘅，呢個講造反咧就係希望推翻元朝嘅政權。咁但係去到明朝咧，你再講造反咧，就變成推翻明朝嘅政權咯，所以呢個好危險。咁但係咧，根據呢位100年前嘅學者嘅講法咧，其實《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佢裏邊有好多隱喻，就係諷刺帝王政治嗰種腐敗嘅。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去到呢個嘅郭富城同埋甄子丹拍嘅《西遊記》版本啊，佢都係將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嘅故事咧係改咗，改成係咩啊？受到外國勢力嘅干涉，係呢個嘅牛魔王咧煽動孫悟空咧係大鬧天宮啊！天宮本來好地地，係嘛？你如果唔係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啊，係煽風點火啊、無風起浪啊，點會有人反叛呢個嘅即係建制啊？呢個咁穩定嘅天庭啊，其實就唔係講到自己腐敗，但係本身咧。明朝版本嘅《西遊記》就唔係咁講喎，明朝《西遊記》版本即係我哋原本讀嘅版本啦，天庭係腐敗不堪嘅喎，係咪啊？王母娘娘同玉皇大帝淨係識得玩樂，眾神咧淨係識得玩樂，唔重視人才，唔重視咧整個天庭嘅管治制度。其實咧佢背後基本嘅邏輯就係中國嘅基本邏輯，就係成王敗寇本一家。菩薩同妖精咧其實有咩分別啊？就係戰勝咗嘅就係官府咯，戰勝咗就係菩薩。而其他咧嗰啲妖精咧就係流落江湖嘅盜匪，就係被天庭鄙視嘅妖怪。但係其實妖精同菩薩咧，佢本質上係冇分別過，佢做嘅嘢係一樣嘅，係咪？啲菩薩咧派兵落嚟咧係可以滅咗人哋成條村嘅，啲菩薩咧一唔喜歡咧就話啲人咧係墮落啊，就可以咧消滅晒啲人類嘅。其實係冇分別嘅，本質係
即係個上天咧經常發怒，一發怒咧就用大洪水啊，就用其他嘅火燒啊，燒你座城啊，其實本質就係妖精嗰啲咁嘅嘢嚟，其實係冇分別嘅。咁而整個朝廷嘅目的就係咩？希望咧永遠享有特權，享有福利，讓地下嘅妖精唔再嚟為禍百姓嘅啫。所以其實呢個嘅作者咧薩曼姆啊，其實就認為《西遊記》本身係諷刺緊呢種專制政權噶。第二點啦，就係咧帝王權力啊，就係比丘咧國王要拎小兒嘅心肝為藥人一樣嘅，係咪啊？無論係上天還是係人間嘅國王，都係做緊同樣嘅嘢，就係對管轄嘅人民咧有生殺大權，即係佢就可以為咗延續自己嘅性命咧，就可以割啲人嘅心肝嚟做藥引嘅，而其他人係冇辦法否定嘅，冇辦法主張嘅。呢個就係典型嘅法家精神。就係皇權咧朕即法律，法家嘅主張咧就係用法律限制呢個人民法律咧就係聽皇帝所講嘅，同儒家思想主張咧聖人賢君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咁點啊？有乜辦法可以限制皇帝啊？限制呢個嘅國王啊？限制呢個嘅甚至乎係玉皇大帝啊？得一樣嘢嘅啫，就係天災。用天命嚟限制，包括玉皇大帝。人間有天災就係代表咧國王咧即係管治有問題，所以咧唐太宗如果遇到問題咧，佢哋就要下詔罪己咯。遇到天災，當然啦，唐太宗咧喺《西遊記》故事咧都要續命20年啊，就係為咗咧延長自己長生不老，續命20年，其實都係違反天命嘅。但係咧上天咧玉皇大帝咧就可以用天命咧，用天災咧嚟限制佢，呢個係唯一一個咧係限制皇權嘅方法啊，自古以嚟。但係如果有啲昏君係點啊？就係完全無視呢個嘅天災咯，無視皇權，無視皇權係受天命影響嘅，佢就可以為所欲為噶啦。玉皇大帝如果見到人間有天災咧，佢會覺得咧係比玉皇大帝更高嘅權力咧，係懲罰玉皇大帝嘅，因為玉皇大帝係有人君嘅誠意喺裏邊啊嘛。但係如果民間嘅皇帝冇咧，佢就係為所欲為嘅。呢個亦都係反映《西遊記》作者咧所寫出嚟對中國古代政治嗰種無力感啊，冇辦法可以限制到皇帝噶金正恩做你限制唔到毛澤東做你限制唔到，某某君做你限制唔到，只能夠咧係祈求天災，祈求天命啦第四點咧就係帝王嘅負擔呢個孫悟空咧，孫行者啊就係唔願意做呢個國王所以其實咧孫悟空無論佢喺天庭裏邊還是喺民間，佢都係咧一個典型嘅道家主義者，道教主義者因為佢就雖然咧佢最後有佛位喎，其實今次呢個黑悟空嘅故事咧就講嘅本身咧已經係取完西經啦，成咗佛噶咯，成咗戰鬥佛啊嘛。孫悟空喺個故事裏邊，但係咧佢後來咧做慣乞兒就懶做官，始終都係反叛天庭嘅，唔聽玉皇大帝講，唔聽觀音菩薩講，唔聽如來佛祖講，都係反叛天庭嘅。所以最後咧佢就係受到天庭嘅鎮壓，唔單止鎮壓佢，仲殺埋呢個花果山嗰啲猴子猴孫喎，就係頭先所講嘅情況啦。嗰啲天庭天命者其實都係暴君行為嚟噶嘛。所以咧呢個孫悟空咧好明顯就係一種道教精神，就係無為啦，就係順應自然啦，就係呢個嘅自由啊，中意道家係講逍遙，講自由噶嘛，係講肉體嘅自由同精神嘅自由。佢唔願意喺天庭做弼馬溫受呢個嘅建制嘅掣肘，唔願意做戰鬥佛，受呢個嘅天庭嘅規條所限。所以咧佢亦喺人間裏邊咧唔願意做呢個嘅烏雞國嘅國王因為做國王咧就要點啊？就要維護自己嘅自身產業，維護自己嘅權力，就要鎮壓人民又要打仗係咪啊？又要對人民嘅福祉又要有關心就係即係好大嘅壓力啦。而嗰啲聖賢明君咧，最後咧就係容易會腐化，好似唐太宗咁要永續不朽就希望延壽，希望做多20年，就係咁嘅情況啦。所以呢個帝王自述咧就係即係好可怕嘅情況啦。仲有其實有不公正嘅審判嘅係咪喺呢個嘅天庭裏邊對孫悟空有不公正嘅審判啦，都係人治嚟嘅，冇一個具體嘅制度法律。喺民間亦都係啦。呢個古代政治嘅黑暗犯法者如果搭上上級嘅官員咧，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唐太宗又係啦，冇法治精神啦，還延壽20年。私人產權冇保障
咁啊呢個嘅如意真仙咧唔中意咧孫悟空咧白手取來啊嘅落胎泉水，完全係冇私人產權嘅，任何嘢咧都係透過咧強搶豪奪，咁啊人民咧咁啊只能夠係聽天由命，咁所以裏邊整個孫悟空嘅故事《西遊記》就係講呢樣嘢，咁啊有基本嘅政治邏輯，完完全全就係講呢個嘅權力嘅鬥爭啦，係咪啊？呢個法治咧係冇保障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嘅百幾年前嘅著作咧，去到今天咧，其實仍然咧，你發覺好似中國基本政治冇變，去到呢個嘅太平盛世嘅時期，然後啲人民咧就會高呼啦，擁護政治領導，話佢哋做得好啊，大國嘅自信啊，制度嘅優勢啊，厲害啦！唐太宗時期咧就會高呼呢個天黑項嘅偉大咯。點知去到唐玄宗天寶時期咧就話：哎呀，人民咧生不逢時啦。其實制度冇變嘅，只不過你個命運改變咗。你個命運就係你投胎，究竟投喺唐太宗嘅時期定係唐玄宗嘅中後期？唐玄宗嘅前期都係好嘅嘢嚟嘅。中國人咧幾千年嚟咧就係望投胎啦，投得好嘅時候就話大國崛起啦，哎呀制度自信啦，而家咧就係東升西降啦。投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怨啦，哎呀點解會咁不幸呀？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喂，如果你投共產主義社會咧，投喺蘇聯時期，你就會叫苦連天喎。如果你投喺蘇聯時期平民，你叫苦連天；投喺蘇聯時期幹部嘅子女咧，你就覺得哇，而家國家偉大啦，哎呀，同美國咧爭一日之長短喎。如果你投胎喺朝鮮時期三代家族、金氏家族，你就會咧埋怨自己人生咧咁悲慘喎，唔係埋怨啲主席喎。如果你投胎喺毛澤東時期嘅平民百姓咧，餓死啦，要食樹皮啦；投胎喺鄧小平時期嘅平民百姓要被逼拎去打胎啦，大還啦，然後咧，但係去到後期咧，你經濟好咧，你都會覺得啊，國家為你好啊，國家好偉大喎。當年打胎咧都係為咗控制人口啫，係咪啊？強迫你流產都冇乜嘢嘅，如果唔係有當日嘅成績啊，唔係有當日嘅呢個政策，就唔會有今日嘅成績啦。所以人民咧幾千年嚟咧，好似吳承恩或者好似薩曼姆所講嘅故事裏邊咁，就係聽天由命啦因為無力感，所以只能夠作小說去諷刺皇帝，唔能夠直接批評。如果你唔係作小說諷刺皇帝嘅話，直接批評咧，第一就係殺頭啦、抄家、誅九族啦。就算你係作小說啊，你都唔能夠保證你嘅書唔會有一日變為禁書。今日皇帝好中意讀你嘅書，聽日咧下一個皇帝就好憎你嘅書，最後你又變成禁書。同一本書最終咧都會可以係抄家收場啊！呢個就係中國幾千年嚟嘅人咧嘅命運啦。咁當然啦，啲人話喂，言論自由啊，言論自由啊，你法國佬啊都拉咗呢個嘅 Telegram 啦。我成日講過呢個世界咧，任何人有權力咧就會想辦法咧去蠶食人哋嘅生存空間㗎。呢個係本質嚟，無論你係法國嘅總統、係英國嘅首相、美國嘅總統、中國嘅主席，係並冇分別㗎。呢個係人性嘅本質嚟嘅，分別就係咩？後邊有冇啲制度可以約制佢哋？唔能夠完全約制，只都可以部分約制。譬如話有冇公正嘅審訊啦，有冇合理嘅輿論嘅支持啊？啲人可唔可以上街去聲援啦？呢啲咧就係後續嘅嘢啦。如果你唔係嘅，個政府作惡嘅，你人上街拉埋上街嗰啲人，報章揭露拉埋報章揭露嗰啲人。法庭審判拉埋嗰啲律師，韓國嗰個年代咪咁咯，台灣戒嚴時期咪咁樣咯，所以個社會要復和咧，一定要考慮咧，好似台灣模式或者韓國模式咁樣，即係民主化之後咧，釋放翻嗰啲人然後平反佢哋，賠償佢哋，轉型正義啊嘛，拘捕翻以前咧濫用職權去打壓民主民運嘅啲人，個社會先去復和，然後咧先至可以向前發展嘅，否則嘅話咧。好似台灣咁啦，就係即係本土同埋外省嘅矛盾永遠都喺度。當年咧呢個嘅日本咧就係用高壓嘅方法統治咗台灣，結果咧咪造成咗民間此起彼落嘅反抗咯。康熙都係嘅，管治台灣，天地會一直係未停止過叛亂嘅台灣。日本人又係嗰啲原住民一直未停止過叛亂嘅。山腳嗰啲漢人咧就好啲，就好容易歸順變成咗皇文化，但係山上面嘅台灣人咧，仍然係不斷反抗嘅。咁 anyway 咧，今日就讀《西遊記》咧，就讀到呢樣嘢啦。咁啊，希望大家喜歡啦。從打機咧就可以延伸到咁。我不嬲講題目都係咁咯。我講啦咩可伯同阿何太究竟係咪澳門何家？其實我就係透過呢個題目咧，去延伸到講呢個嘅澳門兩大何家，包括何賢家族啦，同埋呢個嘅何東家族嘅旁支
對港澳嘅近代史影響喎。但係有啲人就話：哎呀，真係好折墮啊！見到你講呢啲嘢啊，咁嘅題目啊，嗰啲人係完全唔講道理嘅，係嘛？即係我見到呢啲人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別跟豬打架。咁希望咧，如果想聽真正嘅知識咧，就撳入去 Patreon 裏邊，$15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翻以前嘅課堂，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9月啦就有呢個嘅新一季嘅中國近現代史嘅課堂啦。咁啊，等待9月咧我哋嘅課堂嘅公佈。OK，我隨住我女開學之後咧，我都會開學嘅。多謝大家，拜拜。